大家好，我是美玲，在我的频道里，我帮你学习日常生活里的中文。如果你看过我之前的视频，你可能知道我是在中国天津长大的。几年以前，我搬到了加拿大，我在加拿大生活了好几年了，我已经适应了在加拿大的生活。但是我有的时候会想念我以前在中国的生活。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想念中国生活的哪些方面。第一个最重要的当然是食物，我想念中国菜，地道的中国菜，不是美式中国菜。其实我已经很幸运了。我在加拿大的多伦多，这里有很多地道的中国餐厅，我可以吃到好吃的中国菜。但是我家离中国餐厅不近，我去中国餐厅吃饭需要开车，我需要开车20分钟才可以吃到中国菜。有的时候我会点外卖，但是我觉得去餐厅吃的体验更好。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，我住在公寓楼里，从家里出来，走路5分钟就有很多餐厅。我早晨可以吃我最喜欢的早点——煎饼果子。如果你没吃过煎饼果子呢，我推荐你可以去尝尝。煎饼是用绿豆面粉和鸡蛋混合在一起做成的，然后在煎饼里你可以放果子，就是炸的油条，然后里面可以放葱花，放一些酱料，最后这个煎饼果子就做好了。我很想念在中国的时候，我一出家门就可以买到煎饼果子，吃早点特别香。现在在多伦多，如果我想吃煎饼果子，我需要开车去餐厅或者点外卖，我觉得没有那么的方便。我喜欢吃的中国菜还有酸菜鱼，又酸又辣，特别好吃。我还喜欢吃麻婆豆腐、鸡蛋羹，我也喜欢吃饺子、吃包子，很多很多好吃的。下一次我回中国的时候，我要天天出去吃，我要去各种各样的餐厅吃个遍。那如果你喜欢吃中餐的话，评论告诉我你最喜欢吃的中餐是什么。我制作了一些手机墙纸，里面有很多的中国菜，你可以用这些墙纸来帮你记住如何说中国菜。下一次你去中餐厅点菜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用中文去点菜了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我会把墙纸的链接放在视频描述里。那说完了食物，第二个我想念的是生活的便利。去年我回中国待了1个月，去看我的家人和朋友。我记得那1个月的生活特别的方便。那个时候我上网买了衣服，还有零食。那时候在中国，我经常用拼多多买鞋子、买衣服，里面有很多的选择，价格很便宜。下了单之后，很快就会送到我家。送到我家之后呢，我会穿上我买的上衣、裙子，看看合不合身。如果不合身的话，比如说太大了或者太小了，我需要退货，那我就可以申请退货。
之后会有人来我家里取这些货，我不需要去邮局自己去退货，在家里我就可以完成退货了。这种方式呢，让网上购物变得特别的快速和方便。我也特别喜欢公共交通的便利。我在中国的时候，主要是待在我的家乡天津，在天津的地铁很新、很干净，而且我去坐地铁的时候，我感觉很安全，我不需要担心里面会不会有人大喊大叫，或者有人会去偷东西。在天津的地铁站里是有防护门的，这样可以防止人们不小心掉到轨道里。只有当列车开进了轨道之后，这个玻璃的防护门才会打开，然后所有人就可以进列车里了。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的安全。我现在在多伦多，我去坐地铁的时候，我就会很小心，因为地铁站里没有这样的防护门。我一般都会站到离轨道很远的地方，因为我害怕不小心掉下去，或者是被别人推下去。所以说，我想念在中国生活的便利。那第三个对我来说也是最重要的，是我很想念我的家人和朋友。我是一个人搬到加拿大的，我的爸爸妈妈、我的亲戚，所有的人都在中国，他们都在我的家乡天津。我每年都想回中国去看他们，有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也会来加拿大看我。虽然我们可以互相探望，但是我还是很想念他们。有的时候我会想，如果我的爸爸妈妈也住在加拿大就好了，那我每天结束了工作以后，可以去找他们，和他们一起吃饭。周末的时候，我可以带他们出去玩。我很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他们。我也很想念我其他的亲戚，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亲戚，比如我的大娘70多岁了，我的大姨也70多岁了，他们年纪都越来越大了。我也想多回中国去看望他们。我打算今年年底的时候回中国一趟，我希望可以待1个月的时间。我可以去陪陪我的爸爸妈妈，去看看我的亲戚朋友，去吃很多好吃的中国菜。如果你对在中国和加拿大生活的不同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继续看我其他的视频。这个视频里我比较了中国和加拿大生活的不同。如果你去过中国的话，评论告诉我，你觉得在中国的生活怎么样呢？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